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看过《甄嬛传》的小主都知道，虽然甄嬛最终取得了宫斗的胜利，坐在了权力的巅峰之上，但她的感情之路可谓是一败涂地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她真心实意的与胖菊相爱，有交房之宠的辉煌，也有共剪西窗烛的温暖，两人每每相处，都好似一对平凡人家的恩爱夫妻，患难与共，相濡以沫。然而俗话说，最是无情帝王家，皇帝向来都是薄情的，雍正也不例外。一旦有人对他付出了真心，雍正就会把这份真心踩在脚底。就像甄嬛得知婉婉泪亲后的撕心裂肺，也如同被他捧在手心又亲手摔碎的沈眉庄。要知道，在跟甄嬛一批进宫的嫔妃中，沈眉庄是最先得宠的那一个。当时皇上一眼就相中了跟纯元十分相似的甄嬛，奈何甄嬛一心想要躲避锋芒，称病逃避侍寝，无奈之下，皇上才翻了沈眉庄的绿头牌。临幸当晚，皇上意外发现沈眉庄还挺端庄，而且不同于华妃的嚣张跋扈和皇后的克己守礼，沈眉庄的身上别有一番温柔似水的风韵，于是便接连宠幸了她好几天。一时间，沈眉庄成了后宫中炙手可热的新宠。得知其喜欢菊花后，皇上便将宫中所有的菊花都移到了沈眉庄的宫里，甚至还将协理六宫的权力也赋予给了她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时如日中天的华妃同样手握协理六宫的权力，这明显是来分她的蛋糕的。而沈眉庄才进宫几个月就能得如此殊荣，自会让华妃十分嫉妒。而与此同时，甄嬛也慢慢接近皇上，并且得宠的势头一上来，就碾压了后宫中一众的嫔妃。不仅赐她温泉新浴、交房之宠，皇帝还学着民间的嫁娶方式哄她开心，就连原本要给华妃的骡子带也分赏给了她。华妃眼看着后宫新秀势力崛起，自己的地位就要受到威胁，她绝不能坐以待毙。甄嬛的势头正猛，她不敢动，于是目标自然落在了沈眉庄的身上。华妃联合曹贵人设计沈眉庄，假约让其失了圣心，丢了圣宠，从一个手握协理六宫之权的贵人，成为了每天只能吃残羹冷饭的答应。而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人耐不住，在饭中下了毒，想要将沈眉庄赶尽杀绝。看着昔日里互相陪伴的姐妹，如今落魄不堪，甄嬛可谓是急得团团转。但皇上下旨，任何人不得探望，这让她即便是想救人，也无从下手。其他的嫔妃此刻都在看热闹，不可能出手援助。而皇后又是个明哲保身的人，唯一能够帮到甄嬛的，只有当初教习她宫中规矩的，在御前侍奉的方若姑姑。甄嬛知道，若自己拿着金钱珠宝去求人帮忙，必然被认定为庸俗之人，并遭到拒绝。于是她便拿出了皇上赏的骡子带，用昔日的情谊去求方若姑姑出手相助。果然方若见状后答应了甄嬛请求。她知道当时皇上重意甄嬛是因其容貌酷似纯元皇后，于是她故意在眉梢画上了纯元以前常画的远山带，以此来吸引皇上的注意，勾起回忆。果不其然，当晚皇上就翻了甄嬛的牌子。你不为沈氏求情？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此事若有端倪，必定有迹可循。四郎是嬛嬛枕边人，若连自己枕边人都不信，那嬛嬛还能信任谁，依靠谁呢？简单几句话，不仅把皇上哄得心花怒放，也暗中为沈眉庄辩解了清白。之后静妃又抓住了时机，将饭中有毒的事情禀报了上去，这才让皇上意识到事有蹊跷，并重新调查这件事。倘若当初甄嬛没有用骡子带求方若帮忙，那时的沈眉庄恐怕早就被人谋杀了。所以甄嬛也算是间接的救了沈眉庄一命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